你是不是也在担心一件事情？辛苦大半辈子，好不容易呢存到了一大笔退休金，但是退休之后呢，每次提款啊，看到你自己的账户余额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就根本不敢花钱，就算你的账户余额有好几千万也是一样。结果退休的时候呢，你反而活得比你退休之前还要焦虑。Hello， 大家好，我是不觉得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闹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很多人呢都会教我们如何去投资，如何去选股票，但是却很少有人教我们退休的时候呢，到底应该要如何收回我们的投资，领我们的退休金。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直接用我500万的真实资产，手把手的操作给你看。我会跟你分享一套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都在使用的退休金的金库提领策略，能让我们的退休生活费呢依然每个月准时到账，不中断，而且长期能温和增长，抗通膨。那这套系统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简单，只要每半年呢花大概3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规划，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退休生活。那退休呢就是从零开始。那我们这支影片呢，主要会分4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就是观念的破解，也就是传统提领法则的致命伤。我会直接用数字算给你看，为什么股灾提早到来的话，传统提领法则可能会让我们的退休资产快速耗竭，甚至是破产。我会带你了解退休金的真正杀手，也就是报酬顺序风险。还有我会教你如何去规避这个风险。那第二个重点就是退休金的金库平滑提领策略。我会用30年的历史回测示范给你看，如何透过全球股债配置，再去加上金库策略，做到呢，就算股市大跌50%，我们的生活费呢依然不会中断，并且呢长期持续增长，温和抗通膨。那第3个重点就是我会实际的示范如何去跨国提领以及节税的配置。我会直接公开我的500万的退休孝亲账户，手把手的实操给你看我是如何去进行股票以及 ETF 的买卖还有配置的。同时我也会分享如何去大幅减少我们投资组合当中 30% 的美股的股息税，以及如何去做到有钱人最想要知道的税务递延，甚至呢最终可以免除我们的美国的遗产税哦。最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这套系统的重点，并把今天影片里面用到的 Excel 表格还有更进阶的回测数据，我会告诉你们如何去领取这些工具，让你可以马上就使用这些工具来规划自己的退休金哦。那在公开这套退休金库平滑提领策略之前，我必须要先承认一个错误。如果是关注我超过4年以上的老观众，应该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呢，我在2021年的时候呢，拍过一部影片。那时呢，我非常推崇一种投资方式，那就是美国的股息成长股，我称呼它为双重复利投资策略。那时候呢，我推崇用这套策略呢来存我自己的退休金。我当时觉得，只要我的股息可以每年增长 5% 到 10%， 那我的退休生活费不就轻松抗通膨了吗？但后来呢，我亲身实践，再去加上我深入的研究，我发现它有3大盲点。第一大盲点，股息税会狠狠吃掉我们的复利作用。表面上这些股息成长股，他们的股息成长很快，但这类股票他们的配息殖利率啊，往往非常的低，通常只有 1% 到 2%。扣完 30% 的股息税之后，真正到手的殖利率啊，只剩 1% 左右。如果我们想要光靠这个配息殖利率来当我们的退休金，那我们一开始退休的时候呢，会活得非常的拮据，而且呢，随着股息越领越多，我们缴的税也会越来越重。第二个盲点就是它无法递延税务，只要一配息，它就会马上认列为当年度的海外所得，也就表示说呢，如果你赚了非常多的钱，又加上你每年一直领到这些股息，你就会缴更多的台湾的基本所得税。那第3个盲点也是最致命的，那就是美国的遗产税。如果我们将这个股息成长股的双重复利投资策略给我们家中的长辈去进行使用，那未来后代，也就是你要继承这笔钱的时候呢，最高可能要面临 40% 的美国的遗产税。所以我彻底推翻了过去的做法，我把系统升级成现在的全市场投资，再去加上金库平滑提领策略。那要达到我们开头所说的股灾来临了，股市下跌 50%， 我们的生活费依然不会中断。很多人一定有听过传统的 4% 提领法则，这个法则的做法就是第一年呢，我们从我们的投资账户当中领 4% 出来，第2年呢，我们就会依照我们第1年的金额再去加上通货膨胀，然后呢，当做我们第2年的生活费。那第3年的话呢，就是依照第2年的金额再去加上当年的通货膨胀，然后呢，当做我们第3年度的生活费。所以呢，如果我们一开始的资产是500万的话呢，那我们第1年领 4% 出来，那就是领20万出来。
那我们第一年生活费就是20万。那如果呢第二年很不幸的我们投资账户呢因为遇到了股市大崩盘，只剩下200万，那这时候呢我们第二年要领多少？那传统的4%提领策略呢就会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第一年是领20万，那我们第二年的话呢就是20万再去加上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是2%的话呢，那我们第二年的生活费就是20.4万。那这时候呢就算我们的投资的资产大幅的崩跌，只剩下200万，那我们也一样要领20.4万出来当做我们的生活费。那这就是传统的4%提领策略。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策略呢虽然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呢它的退休生活费啊，不管遇到股市什么状况就是领多少，但是呢这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那就是呢在股市大崩盘的时候呢，我们一样领这些钱的话呢，那就像是谷底割肉离场一样，非常的痛。而且呢如果股灾刚好是发生在你刚退休的那几年的话，也就是你的退休初期，那你的资产啊可能很快就会被领光。这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呢最怕遇到的报酬序列风险。我们直接用500万来进行举例，你就会非常的清楚什么是报酬序列风险。同样都是500万，同样都是传统的4%提领法则，而且呢未来10年的年化报酬率都是10%，差别只在于呢A 的投资组合呢，它是第一年马上遇到股灾暴跌的50%，后续的9年呢，每一年都是增长20%。那 B 投资组合呢，它是第5年的时候呢，才遇到股灾暴跌50%，其他的年份呢，每一年都是增长20%。这两个例子 A 跟 B， 他们的10年的年化报酬率都是10%。但你知道吗？这两个例子啊，虽然他们最终提领的金额都是一样的，因为它的苦领法则就是每一年固定，然后呢加上通货膨胀，所以呢他们10年，他们提领的金额都是一样。可是呢，最终他们的总资产竟然相差了200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像是我刚刚所讲的，股灾的时候呢，它一样是用固定的金额去进行提领，所以呢，这笔金额呢，在谷底的时候呢，就是一大块肉，就直接被你割掉了。那更详细的，我们就看这一张图，蓝线的部分就是先跌，也就是第一年马上就遇到股市50%的回调。你可以看到，先跌的话呢，它一开始就直接下跌了50%，之后呢，它是慢慢的成长下来。然后呢，红线的话呢，就是先涨它一开始就先涨20%，然后呢，到第5年的时候呢，才一次下跌50%。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投资账户的资产，你可以发现到红线，也就是先涨后跌的这个例子，它的最终总资产是大幅的赢过先跌后涨，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报酬序列风险，也是我们传统退休金策略最怕遇到的状况。就算是后来衍生出来的像是 GK 动态提领策略，或者是 Vanguard 的动态提领策略，都一样很怕遇到这个报酬序列风险。因为序列风险其实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然后他们的年化报酬率都是一样，这两个组合都是一样，只不过呢一个是先跌，一个是比较晚跌，那他们最后的一个退休生活竟然会相差非常的大，这就是报酬序列风险。那要怎么解报酬序列风险呢？很简单，我们不领固定金额，我们改领固定比例。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年从我们投资账户领4%这个固定比例出来。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的话呢，蓝色也是一样是先跌，然后红线的话呢就是先涨。你可以看到，最终他们的总资产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固定比例提领就可以解决报酬序列风险这个问题但是就会衍生一个问题，传统的4%提领法则，不管你是先跌还是先涨，只要呢我们最终呢都没有破产的话，你最终提领的金额都是一样的。因为呢，它的提领的金额就是前一年的金额再去加上通货膨胀，但是固定比例提领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比例提领，所以呢，投资账户如果很大的波动性，那你的生活费也会跟着有很大的波动。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蓝线的话呢就是先跌的它的一个提领的金额，那红线的话呢就是先涨的它的提领金额。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个线它们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呢就是先涨的它比先跌的还要多领的金额。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算呢你们这些长期年化报酬率都是一样的，但是先遇到大跌的人，他的生活费肯定会远远落后于退休后呢比较晚遇到股灾的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命。谁考？那除了上述的疑问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呢是衍生出来的问题，那就是生活费的波动性呢是直接跟我们的投资账户进行挂钩的。因为呢，我们是投资账户呢，多少钱我们就领4%出来。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投资账户遇到了股市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法国巴黎股市很差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新北巴黎这是相差非常的大。那我们要怎样去降低这个波动性呢？那答案很简单，就是安排金库。我相信每一个人退休的时候呢，你不可能将你的所有的钱都拿去投资吧，你一定会希望你自己身上还有几百万的现金几十万的现金可以随时花用。
因为现金就是我们退休人士最大的安心。那这个现金呢，刚好可以当做我们的金库来平滑我们每一年领到的钱。假设呢，我们初始的总资产是500万，那我们就会将我们500万的资产呢，先切出一块当做我们的紧急预备金当做我们退休人士的身上的现金部位。这个现金呢，就是放在我们退休人士的银行账户当中，不做任何的投资。那我会预期这个现金部位最少要有3年的生活费。然后我们不是每年要从我们投资账户领4%出来吗？然后这4%不是会当做我们的生活费吗？所以我们金库账户里面的金额就会等于是投资账户再去乘上4%，再去乘上3年，因为金库账户当中呢有3年的生活费。所以呢，我们的金库账户就等于投资账户再去乘上12%。那我们的总资产是多少？我们总资产就会等于投资账户再去加上3年的金库，然后换算一下的话呢，我们的总资产就会等于投资账户再去乘上112%。然后我们经过数学的换算，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假设我们的总资产是500万的话呢，我们投资账户就是446万4千块。然后我们3年的金库就是53万6千块。那投资账户就是负责长期增长，然后呢，金库账户的话呢，就是负责平滑我们的生活费。那这核心逻辑就是，我们每年就会从我们的投资账户当中，也就是大水库当中呢，每年先领4%出来，然后放进我们的小金库，也就是我们的水塔当中。所以这个4%放进我们水塔里面之后呢，就会有4年的生活费。那我们就将这个4年的生活费呢去除以4，就是我们当年能花的生活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我们加入金库账户之后呢，我们的投资的这个退休金有多稳定。一样，我们一开始的总资产是500万，完全没有金库的话呢，我们第一年可以领到多少钱？就是20万。那隔年因为股市大跌，所以呢，我们隔年领到的钱就只剩下9.6万。然后他花几年的时间来到最低点，花1年的时间，就是因为股市大跌，然后我们从投资账户当中直接领钱，然后投资账户一跌，那我们的生活费也跟着马上进行腰斩。所以呢，这个反应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但是呢，当我们有了金库，而且呢，这个金库呢有3年的生活费，那我们隔年就算马上遇到了投资账户50%的下跌，我们的生活费竟然只微幅下跌了13%。因为金库账户的功能，它把股灾的影响完美的分摊到了往后的几年。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第一年的生活费就是17.9万，然后第2年的生活费，因为我们第一年遇到了大股灾，所以我们从投资账户当中领到的4%只有8.6万。不过呢，因为我们有金库进行一个平滑，所以呢，我们第2年的生活费还是有15.5万。股灾之后呢，竟然只下跌了13%。那最终呢，它的最低生活费呢是来到了13.4万，大概是花5年的时间呢，生活费才触底。那我们把没有金库的4%固定比例提领跟加入3年金库的固定比例提领来进行比较，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蓝线的话呢就是4%的固定比例提领，它没有金库，它的一个生活费的波动性就非常的大。但是呢，当我们加入3年的金库的时候呢，它的生活费的波动性就大幅的下降了。那如果你觉得，我们加入这个3年的生活费波动性还是太大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再减少这个波动性呢？有办法的，那就是我们可以加入一个新的规则，那就是呢，每年的生活费最多只能往下调整5%，也就是说，我们今年从金库当中所领的生活费不能比前一年少超过5%。那加入这个策略之后，你可以发现到股灾之后的隔1年的生活费只下降了5%，因为它马上就触发了这个下限5%的规则。那最低呢，这个生活费呢会降到13.1万，然后呢，总共花6年的时间才触底。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当我们在加入这个5%的下限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生活费它的一个波动性是更加的平缓，它可以将我们一开始遇到的大股灾再往后分摊到更多年当中。那没有金库的固定比例提领法，就像是你在火灾的时候呢，你直接从2楼跳到1楼，你的膝盖直接爆炸。但是如果你有加入3年的金库部位，以及呢5%的下限的话呢，你就像是从2楼慢慢的走楼梯到1楼。你几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这整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平滑，非常的 smooth。那我们将这3种方法，它们实际提领的波动性呢，我们把它放在同一个表格，你可以发现到蓝线也就是固定比例提领，它一样是波动性最大的，然后红线的话呢是固定比例提领，再去加上3年的金库它的波动性虽然变得小很多了，但是呢它还是有10几%的波动。那最后一个就是4%的比例提领，再加上3年金库以及下限5%，那它的波动性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那我们这边直接做一个小总结，固定比例提领的话呢，它可以解决了破产的危机，也就是报酬序列风险。但是呢，它也衍生出来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它的提领金额的波动性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加入了3年的金库部位以及5%的下限，这就可以大幅的降低生活费的波动性。那以上这个策略，你已经可以马上的运用到你的投资组合账户当中，就算你是台股的账户也可以使用。
那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说，那就是呢，实务上我的退休投资账户的组合并不会随意安排，我会选择全球的股债分散投资。为什么会进行全球的股债分散投资呢？我们刚刚使用了固定比例提领，再去加上3年的金库，以及5%的下限，虽然让我们的退休提领的生活费非常的稳定，但是呢，你退休的时候呢，你会眼睁睁的看你的投资账户一年下跌50%吗？那我自己不行，我相信你也应该不太行。所以我的退休规划当然要给你尽可能的安心，那就是全球的股债搭配，然后呢，股票是6，债券是4，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那我们直接将全球的6股4债的配置带入1995年到2025年，我们来看一下过去30年它的一个回测绩效是如何。首先这30年这个全球的6股4债的配置，它的年化报酬率是 7.3%， 而且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时候呢，它也只下跌了 22.7%。 如果是美国大盘的话呢，下跌了 37%， 那全球的非美股市的话呢，也平均下跌了 44%。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全球的股债分散有多么的重要。那更夸张的是它的生活费的波动性，你可以看到2009年呢，它的生活费最多竟然只下降了 4.3%， 因为全球的6股4债的配置，它的波动性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呢，它甚至连5%的下限这个规则都没有触发。反观你看美国的大盘，也就是红线的部分，它的波动性是非常的大。那使用全球6股4债的配置，最终我们每年的生活费呢，从 17.9 万一路抗通膨成长到 35.6 万，整体我们生活费的年化增长率是来到了 2.3%。 那总资产呢，也从我们一开始退休的时候的500万，经过30年之后呢，还大幅的上升到了1200万，整体的年化增长率是来到了 2.9%。 所以总结就是呢，透过全球的股债配置，再去加上金库的皮领提领策略，它帮助了我们退休人士完成了3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股灾来了，退休金也不会中断；第二个目标是股灾来了，生活费的波动性也非常的小；那第三个目标就是完成前面2个目标之外，总资产还是能持续温和增长，抗通膨。然后我们上面算出来的这些年度的生活费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除以12，然后呢，每年从我们的投资账户领到我们的金库账户当中进行平滑，真正意义的做到轻松月月入账。那前面讲的这么的美好，但是现实还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说到的 30% 的美股股息税应该要怎么办？能节省吗？因为我们全球股债搭配一定会买到非常多的美股，还有就是海外所得税到底能不能递延？今年赚到的钱能不能延后到后面几年再进行缴税？还有最可怕的美国的遗产税到底应该要如何避开？以及我们应该要买哪些全球的股票 ETF 或者是全球的债券 ETF？ 那具体到底要怎么操作呢？别急，我们现在就马上进行手把手的实战教学。那如果要进行全球的配置，那我会选择的标的不是美国注册的全球型的股票 ETF 或者是全球型的债券 ETF， 我会去选择的是爱尔兰注册的全球的股票 ETF， 像是 VWRA， 以及全球的债券 ETF， 像是 AGGU 跟 VAGU。 那为什么会选择爱尔兰注册的 ETF 而不是美国注册的 ETF？ 因为爱尔兰呢跟美国之间呢，它是有税务协定的，美国注册的公司或者是他们的基金在配发他们的股息的时候呢，原本是要扣 30% 的股息税，但是呢，如果你是买爱尔兰注册的 ETF， 然后它是投资美股的话呢，那这个股息税呢就只剩下 15%。 重点是因为它是爱尔兰注册的 ETF， 所以呢它就不用缴交美国的遗产税。那美国的遗产税的话呢，最高的税率是可以来到 40%， 而且呢，美国对那种海外投资人持有美国的资产，他所缴交的那个遗产税的免税额只有6万美元，非常的少。所以说呢，要避开美国的遗产税是我们这些长期投资人非常需要注重的。特别呢，如果你是家里的长辈在做美股投资的话呢，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嘛。因为如果你是子孙，那你当然会希望你的长辈他们传承给你的遗产可以少缴一些遗产税。所以如果你是要帮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长辈规划他们的退休金的话呢，那我觉得遗产税是你肯定要考量的，因为这跟你自己的利益是切身相关。那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爱尔兰的 ETF 为什么它可以节税，它的原理是什么，那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有做专题影片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再回到前面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2档，像是 VWRA 全球型的股票 ETF 跟全球型的债券型的 ETF AGGU， 这2档 ETF 我们应该要如何买呢？你可以使用像是我们台湾的副委托，很方便就可以直接购买，但是呢，你要先去问一下这些副委托你自己合作的券商，他们有没有提供这个商品。因为台湾的券商普遍他们副委托每一家券商不一样，但大概都是50档到100档。那如果像是我刚刚所介绍这2档 ETF， 爱尔兰注册，但是呢它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话呢，那可能就不会提供了。
所以呢，我自己的话呢，我是选择使用美国的券商IB 盈透证券来进行操作，因为 IB 盈透证券它可以投资几乎全球的商品，包含美股跟欧股，或者是日股啊、加拿大的股票、澳洲的股票都可以买得到。一家券商就可以提供我全球投资的操作。那这家券商呢，它是美国上市的企业，它现在呢是美国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目前呢，它的市值呢，在我拍片的当下呢，是来到了1440亿美元，折合台币的话呢，大概是4.5兆台币。那跟我们台湾的公司相比，到底是大还是小呢？那我们台湾的前3大金控股，包含富邦金、国泰金跟中信金，这3大金控股加起来，他们的市值啊，只有3.5兆台币，是比 IBKR 还要略输1兆台币哦。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 IBKR 的规模跟它的安全性，我是觉得蛮可靠的。而且我使用这家券商 IB 盈透证券，它也是我们台湾永丰金证券的合作券商，像是永丰金就有官宣它跟全球最大的数位券商之一IB 盈透证券有进行一个深入的合作。那我自己使用 IB 盈透证券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目前呢，我投资在里面的资金啊是高达的65万美元，也就是折合台币大概是2000万台币。那这65万美元，其中一个账户呢，就是我的 IB 盈透证券的联名账户。那这联名账户呢，是由我跟我妈共同持有的。那什么是 IB 盈透证券的联名账户呢？联名账户呢，它是由2位以上的持有人去共同管理的这个筹资账户，可以一起去投资股票啊，或者是 ETF， 或者是一些全球的债券都没有问题。那这对于安排退休提领啊、退休金的规划，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因为是2个人共同持有，所以呢，这个账户啊，不管你是出金还是入金呢，双方都可以操作，可以将我们的金额汇到任何一个人的银行账户当中。但是呢，如果你是个人账户，就不能这样操作了。举例，好像是我自己在盈透证券也有开个人账户，那这个个人账户如果要进行出金的话呢，我就只能出金到我自己持有的银行账户当中，我不能出金给我妈妈。所以联名账户就非常适合像是夫妻啊，或者是家人啊，共同建立一个透明的机制来进行管理。那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联名账户的本金大概有400多万台币，那因为其中呢有一部分的话呢，我是放在台湾当做金库账户，那全部的话呢都是我自己辛苦存下来的钱。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为什么我自己辛苦存下来的钱，然后呢我却要跟我妈一起开联名账户呢？因为这个账户当中啊，每个月平滑提领出来的那些钱，其实就是我准备每个月给我妈妈的孝亲费。那透过联名账户，这个账户就会变成我们共同持有，我们可以非常灵活的设定，每个月呢自动将钱汇到我妈妈的台湾的银行账户，那种安心感啊，我觉得是非常的无价。更重要的是啊，万一哪天我或者是长辈出现了什么事情，另一方呢可以直接取得账户里面的资金，大幅的去省下跨国办理的复杂手续哦。那 IB 盈透证券要如何入金呢？你可以参考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去开立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就算你是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快速的上手哦。那你开立完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之后呢，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中文交流区。那这个交流区只要是分享大家的 IB 盈透证券的使用心得。那如果你有任何 IB 盈透证券使用上面的疑问，也可以在这个社团当中跟大家一起讨论哦。那讲到这边的话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IB 的联名账户啊，它是让我们取得资产更加的方便，不会因为另外一个人过世，所以呢账户冻结就无法取得这些资产。但是呢，它本身啊，只是让这些手续变得比较简单，但不代表它可以避免美国的遗产税哦。我们能免除美国的遗产税，主要是因为我们购买了爱尔兰注册的 ETF， 因为它不是美国的资产，所以才可以避免缴交美国的遗产税。如果你这账户当中你还是有购买其他的像是美国的股票或者是美国的 ETF 的话呢，那同样也要缴交美国的遗产税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IBKR 的后台操作。在资金配置上面，我刚刚有讲到，我们有500万的资金要来进行配置。那这500万的资金当然会用我的金库策略来进行。那首先的话呢，我会安排出投资账户。那投资账户的比例是多少？我们前面已经有计算过了嘛。投资账户的资金就是446.4万，也就是折合美元大概是14.3万美元。那台湾的话呢，我是设定3年的金库，所以呢，这个金库里面的金额就是53.6万台币。那公式如果大家忘记的话呢，记得可以回到前面的这个时间段再看一次哦。那我在 IB 的这个投资账户当中，我会买哪些标的呢？我会买60% 的全球的股票型的 ETF VWRA， 以及38% 的全球型的债券 ETF AGGU。最后呢，我会保留2% 的现金。那为什么要保留这2% 的现金呢？因为这2% 的现金就是我要用来每个月提领的钱。因为我自己呢是每半年才会登录这个账户当中来进行一个操作。那我前面有讲到，我们这个策略的话呢是每年提领4%，所以呢每半年要领多少？
每半年就是2%嘛，所以这2%的资金的话呢，你就要先预备着。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每半年的话呢，只要调整一次，将这个2%的资金给补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要设定每个月要提领多少钱，那2%去除以6的话呢，就是每个月可以领0.33%的一个账户的资金。那这样设置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会每半年我就会登录这个账户当中来进行一个投资组合再平衡，因为可能这段时间然后那个股市呢就上涨了，那股市上涨的话呢，它可能会从60%变成70%，甚至是80%。那这时候呢，我们投资组合的比例不就改变了吗？那我们就要将这个投资组合的比例再次把它调整成60%的股票、38%的债券跟2%的现金。那这2%现金补起来之后呢，接下来半年又可以从这2%的现金当中去提领资金出来使用。好，那接下来我就直接示范我是如何进行操作的。首先的话呢，我是登录 IB 银透证券的网页版的界面。那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话呢，现在的资金是146000多块钱。那我一开始入金的话呢，就是143000元，因为143000元再折合我们台币大概就是440多万，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我们投资账户里面的一个比例。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会买哪些标的呢？现在我的这个持仓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点击持仓。那我目前的话呢，就这2个。一个话呢是 VWRA， 另外一个话呢就是 AGGU。那这现金部位只剩下2400块美金，也就是大概是1%多啦。因为我主要前面已经有领1个月出来了。那我这边的话呢，现金的话呢，一开始你要设定的话呢，就是要设定2%。就是你这边投资账户里面总资产的2%。那这边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半年到底要什么时候进行调整。像是我自己生日是在6月份，那我就在6月份的时候呢，会调整我自己的投资组合。那下次调整时间就是加6个月，也就是在12月份的时候。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如果你想要详细的了解你现在账户里面的一个资金，跟它的股票、债券啊这些仓位的比例是多少，你可以滑左边这边，你把它往下滑，这边有个叫做投资组合分析器，我们把它点下去。点下去的话呢，它就会帮我们分析我们投资组合里面的这些仓位，它的比例是多少。好，我们就往下滑。好，我们往下滑，可以看到这边持仓的方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股票目前的话呢是占比 61%， 固定收益也是债券的话呢是 37%， 那现金的话呢大概是 1.66%， 因为我前面已经领了 0.33% 出来了嘛，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让你知道说我们现在的仓位的比例是多少。那你要进行再平衡的时候呢，你就将你的股票多的就把它卖掉嘛，重新组合再平衡，让它回归到你 60% 的比例。那如果它的一个变化其实没有很多，像是现在从 60% 变成 61%，那我要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去卖因为我觉得这个 60% 跟 61% 其实差距没有很多，那我先不要卖好了，要不然卖的话呢，又是那个你交易也是要手续费嘛，虽然它的交易手续费很少，但是呢，我觉得就不用一直频繁的去进行操作。不过呢，就是现金部分的话呢，就大家一定要留2%的现金出来。好，那我们确认完我们要调整的比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下单，也就是买这些债券 ETF 跟股票 ETF。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去使用 IB 银透证券它的 TWS 这个应用程式，因为这个应用程式的话呢，它资讯是比较齐全的。那网页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但是网页的资讯相对来讲比较简陋，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使用 TWS 来进行下单。好，接下来我们就登录 TWS。那登录 TWS 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左上角这边就可以输入你的一个订单，然后下面这边的话就是你订单的资讯。那左下角就是如果你有提交的订单，它就会出现在左下角。那右边这边的话呢，就是你现在账户里面有哪些股票啊，它现在资产的状况是如何。那右下角的话呢，就是一些它的那一个新闻报道。好，那我们这边就要点击左上角这边，然后我们输入 VWRA， 就是我们要买这档 ETF 嘛，我们输入之后呢，点击 Enter，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2档 ETF 都叫做 VWRA， 因为银透证券呢，它可以投资几乎全球的股票跟债券，所以呢，它商品蛮多的。那有些呢商品呢，它可能在 A 交易所叫做 VWRA， 在 B 交易所呢也叫做 VWRA。所以呢，你输入这个股票代号之后呢，可能就会撞名。这时候你就要确认你要买哪一档 ETF， 然后这档 ETF 在哪一个证券交易所交易。那我们这次要买的 ETF 呢是 VWRA， 然后它是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以呢是这一档 LSE ETF， 我们就点击它下面的股票。好，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下面这边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国旗，就是跟我们讲说它是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那右边这边有个橘色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把它点下去。他这边跟你讲，它是一个冻结延迟。什么叫冻结延迟？因为我现在拍片的当下呢，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它是没有开市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延时的价格，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最后的成交价，并不是现在最新的价格，所以它会有个橘色的显示。那我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银透证券呢，它一般提供给我们这些投资人的报价呢，是延时报价，可能会延时15分钟，或者是呢，它会提供给你一个叫做实时报价。那实时报价的话呢，它就不是主流交易所的报价它可能是一些小众交易所也有在交易同一个产品，
不过呢，它的价格就不是最新最主流的一个价格。如果你要获得一个最新最主流的价格的话呢，你就要订阅 IB 银通证券的一些数据，它才会给你这些即时报价。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没有订阅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呢是每半年才会投资一次，所以呢这个价格对我来讲，我觉得影响并不是这么的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当冲交易者，你是一个频繁交易者，你是要看那个价格是在那种几分钟之内的一个价格的话呢，那你就要订阅这些数据了。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哦，如果你自己在交易的时候呢，你没有订阅这些数据，你提出的订单也是用市场最新的价格去进行交易，只不过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报价是延迟的而已哦。好，那我们这边确认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买。好，点击买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价格是多少。你可以看到它左下角这边有 186.88， 这就是 BWRA 它的一个最后的价格。那你看到这个价格前面有一个 C， 那这个 C 代表什么意思？这 C 代表的意思就是它是前一日的收盘价，不是最新的，因为它的主流交易所现在是没有交易的，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个 C 在前面。好了，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你就点击买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这边就输入它的数量。假设你要买10股，就输入10，然后呢，价格要选多少？像这边是 186.88 嘛，那我这边的话呢，可能就会输入180，我来进行交易。因为呢，这个价格是延迟的，它不是最新的价格。那如果大家呢，你想要有一个比较最新的价格的话呢，你可以去 Google 查询，你可以把这个股票代号 VWRA， 然后写 ETF， 然后呢上 Google 去查询，然后呢看它 Google 现在的最新报价是多少，然后呢把它填进来也是可以的。OK，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点击提交。好，点击提交之后呢，这边就会给我们委托单的确认。他跟我们讲说，我们这次总共要花费的金额是$1800，那手续费 1.7 再除上1800，也就是现在的交易价格的话呢，那手续费大概就是 0.18。好，那 0.18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是使用我们台湾的副委托进行交易，好去交易这些英国交易所的这些股票的话呢，那它的手续费往往就不止 0.18哦。好了，如果你确认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覆盖并传送。好，点击之后你就看到它在左下角出现，就代表说这个订单我们已经提交出去了。不过呢，现在这个交易所呢是还没有进行交易的，所以呢它就会挂在这边。等交易所开始交易的时候呢，这个订单就会传送到主流的交易所来进行一个成交咯。好，那同样的，如果你想要买 AGGU 这档债券型的 ETF， 也是一样，在左上角输入就可以咯。好，那我们买好我们这些股票，好建仓建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设定接下来的半年我们应该要领多少钱出来。那我们要如何设定呢？首先我们上面这边点击转账以及支付，点下去，然后下面这边有个叫做转账资金，把它点下去。好，那点击下去之后呢，我们往下滑，这边有个叫做取出资金，点击下去。好，点击下去之后呢，这边你就要先去创建一个新的取款方式。那这新的取款方式，你只要创建好之后呢，就会像左边这边，好，这是我的将来银行。那我们就创建好了。那因为影片时长的关系，好，这个创建这个取款方式的一些细节，我就会放在我这篇文章当中。那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你可以看我这篇文章，我有教大家如何先创建这个取款方式。那我们现在已经创建好了，那我们就点击这个，然后这边的话呢，你可以往下滑，你可以看到这边，它有跟我们讲说，每个月呢有2次免费出金提款的额度，就是这个 IB 投资券提供给我们的。那我觉得这是还蛮不错的。那如果你之后要提款的话呢，就是10块钱美元好的一个手续费。那这手续费的话呢，是 IB 银投证券它会不会收取的？那中间的话呢，如果我们从 IB 汇回来 ，IB 银投证券它是在美国，所以它是从美国的银行汇回我们台湾的银行。但中间的话呢，会经过中转行，那中转行要不要收钱，跟到最后到我们台湾的银行，它要不要收一个结款费？这2个费用的话呢，就不是 IB 银投证券可以决定的。所以的话呢，这2个费用要怎么决定，就要看我们在台湾的这家银行，你是选择哪一家银行。那我自己是选择将来银行，我这边没有推荐说大家一定要用将来银行，是我自己比较喜欢使用将来银行。好，将来银行的话，你去使用它的话呢，它的一个汇款方式就是它的中转费跟它的结款费目前都是0元的。好，所以说呢，我们从这边出金，银投证券这个汇款行不收费，中转行也不收费，结款行也不收费。那最终呢，我们可以拿到多少钱？就是我们汇多少钱，我们台湾就可以拿到多少钱。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棒。那大家也可以使用自己比较熟悉的银行。但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传统银行，这中间的中转费跟这边最后的一个结款费，它的费用可能就会来到1000块台币哦。好，大家要自己去考量一下。那我这边选择是将来银行，我们已经创建好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提醒多少的现金呢？我们刚刚有讲过，首先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留2%的现金。那2%的现金的话呢，你去把它除以6，就是 0.33%，大概就是476块美元。我们就点476，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设定为使其成为定期转账，也就是未来1个月呢，它每个月呢就可以定期的转账给我们。我们这边就可以设定名称，好像是我们的定期转账的名称的话，我们就设定，那我们就选 Kevin Test 了吧。然后呢，下面频率我们就可以设定每月。
进行转钱啊。如果说呢你不希望每个月都拿到钱，你想要一年拿到的话呢，你就设定1年啊。我自己觉得我是比较喜欢设定每个月，因为毕竟它现在出金，然后呢中转费、结款费都是0元，所以我会设定1个月。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就会选择月度。好，那我们这边汇款的期限的话，你就要汇6次嘛。所以我们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汇？因为我现在的时间点是5月13号，那我们就要从6月份开始汇。那我就选6月5号。开始汇，我每个月5号汇给我妈妈。那6次的话呢，就要从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到11月5号。啊，如果你直接设定11月5号的话呢，它可能这一次就会终止。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呢，就要多一点range，我会设定到11月10号，因为这样子的话，它5号才会真正的汇款。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设定好时间之后，我们就点击创建取款。好，那点击创建取款之后呢，接下来会来到这个界面，要我们确认我们等一下的这些资讯是不是正确的。那取款资讯的话呢，我们确认一下，看如果你看了都是 OK 的，接受银行也确认是 OK 的，然后呢，账户持有人也确认是 OK 的。接下来的话呢，你就点击确认，右下角的确认取款即可。好，那点击确认取款之后呢，接下来这边会要我们去输入我们这个验证码，因为它要验证我们到底是本人嘛，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手机就会收到验证码。这验证码的话，它会寄到我们 IB 银通证券的一个验证系统当中。我们把它给输入进来。好，输入进来之后呢，我们点击确认取款。好，点击确认取款之后，这边呢要我们确认一下我们的收款人跟汇款人他的资讯是相同的。如果资讯不同的话呢，银通证券它可能会拒绝出金，或者是我们台湾的银行会拒绝收款。所以这边大家一定要确认好。那确认好之后呢，我们就往下滑。那这边有一个叫做转账的日期，你要确认一下是不是6个月。像我们这边的话，就6月5号、7月3号、8月5号、9月4号、10月5号跟11月5号。OK， 那我们确认就是6次。好，那你确认6次之后呢，接下来你就点击继续。好，点击继续，他就跟你讲说，你这个定期出金的一个取款已经创建完成，接下来它就每个月就会汇钱到我们刚刚指定的银行当中咯。那如果你创建完之后，你发现这个资讯的话呢，你有错误，你想要修改的话呢，你想要把它取消的话呢，要怎么做呢？你就点击上面这边转账与支付，这边有个叫做已保存的信息，我们把它点击下去，那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定期转账。那如果你要取消的话，你就这边点击取消，就可以把我们刚刚创建的取消掉。那如果你要进行修改，你就点击这个铅笔，就可以修改它的一个内容咯。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它的一个汇款查询，还有它的一个对账档。我们这边的话就点击上面的这个转账与支付，然后这边有个转账状态及历史，你把它点下去。那点下去之后呢，你这边就可以设定你要查询的范围时间。那我们已经设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出金。好像我这边的话呢，有个5月5号有出了一个476块钱到我的一个取款银行。那这就是我已经设定好了，就是5月5号这笔钱已经汇到我们的银行当中。那我们就点击下去。你就会看到它的详细的资讯，你可以看到我是从5月5号呢，它就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请求，然后呢资金的话呢就经过了中转行 JP Morgan， 它有收款吗？完全没有收中转费，然后到最后呢就到了我们台湾的将来银行我的账户当中。那我实拿多少？就是476块美元。所以呢，如果你之后呢有创建这个定期的一个取款，然后呢你想要确认你的一个取款状况的话呢，就可以来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查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台湾的银行有没有收到这一笔钱。那我自己的话呢是使用将来银行，所以我打开了将来银行的 APP，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就点击外汇。那点击外汇之后呢，右边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像 A4 纸的，你把它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交易记录。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一个月的美元查询，那你就看到这个5月5号的15点40分就有一笔钱汇入进来，大概就是476块美元。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IB 银通证券它设定这个定期取款，其实它的一个汇款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它不会像有一些券商你这边设定汇款5月5号设定汇款，结果呢它要到5月7号、5月8号才会入账。IB 银通证券它的一个入账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好，那我们这笔476块汇到我这个将来银行的账户当中之后，我们要怎么领出来？我们领出来的方式很简单我们原本这里面不是有3年的生活费吗？那3年生活费大概就是36个月嘛。那36个月现在加入了1个月进来，也就是说呢，它变成37个月的生活费嘛。那是呢，我们只能领1个月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要将我们将来银行里面的钱呢去除上37，然后领出来这笔钱呢就是1个月的生活费。那这1个月的生活费，你就可以汇给你妈妈，或者是呢直接把它变成那个现金红包拿给你妈妈。妈妈直接看到现金的话呢，她更有感觉我自己喜欢就是我包红包给我的员工或者是给我的外包人员的话呢，我很喜欢使用现金的模式因为现金的话呢会比较有感觉，他真的会感觉到你拿钱给他。如果你是用一个转账的方式的话呢操作一下他就拿到钱了，他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好像是你有给他钱。但是如果你每次都是每个月拿一笔现金一叠现金给他们，
我跟你讲啊，他们绝对会把你记在心里面。好，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有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去规划我们的退休金，要如何去提领。我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个金库投资策略，可以让我们每个月领到的退休金呢更加的平滑，并且呢，我也教大家如何去购买这些全球型的股票 ETF 以及全球型的债券 ETF，还有呢，我是使用哪些券商呢来帮助我去节省美国的股息税，还要免征美国的遗产税，以及最后呢，我也教大家如何出金好到我们台湾的银行账户，真正将我们的投资绩效呢变成我们的退休生活费来进行花用。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制度。它的一个规则，我就有制作成这个 Excel 表格。那这个 Excel 表格就是我们可以设定我们的初始资金是多少，我们的金库是多少，我们的初始提领率又是多少。然后我们也可以设定我们生活费的提领的上限跟下限。那大家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Excel 表格来进行试算，来试算你自己退休的时候呢，你到底要领多少钱？那这个 Excel 表格要如何使用呢？我有拍一期影片的教学呢，放在我们的退休从零开始这个社团当中。好，那我也会将这个 Excel 表格呢，也同样放在这个社团当中。如果你有兴趣，跟大家一起讨论要如何退休，要如何领我们这些退休金的话呢，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社团跟大家一起讨论，也可以免费的获得这些资料哦。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的去规划你的退休金的话呢，现在就轮到你要进行操作了。第一步的话呢，你可以开立你自己台湾的券商账户，或者是像我一样使用 IP 银通证券。那开户教学的话呢，我已经有放在上面这边你可以自行操作。那第二步就是加入这个退休从零开始的这个社团，然后拿到我们这些退休金的试算表格，来设定你自己退休后你应该要怎么领，然后呢你要设定的参数。接下来你就可以明确的知道你退休的时候你到底要先存到多少钱，然后呢你就往这个目标开始迈进就可以咯。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那种。那 Kevin 持续输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就在社团当中里面相见，拜拜。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用现金拿钱给任何一个人，不是，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现金拿钱给，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现金的方式给交易，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使用现金的方式呢来当做孝亲费